大家好，我们再来聊一下肖战的最新的热剧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肖战的隐藏属性暴露，粉丝呢凑热闹，不小心登上了趋势的第一，事实呢却被遗忘。这里说的是泰国粉丝。第二个就是有黑粉爆料肖战代言，被代言方的落井下石。好，我们具体的新闻具体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肖战现在实在是太火热，拿到的好资源是一部接着一部，让很多艺人都非常的羡慕。而肖战之所以能够一路走到现在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肖战身上始终有一大群支持他的粉丝，不管他是在什么时候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间点，这群粉丝也始终对他不离不弃。其实不仅国内有一批支持肖战的，在海外呢，同样也有一批坚定的肖战支持者，他们对于肖战的热爱丝毫不逊色于国内的粉丝。那大家也都知道，微博有一个热搜榜，经常是明星什么比较火热的话题，就会迅速登上热搜榜。在其他国家，比如说像泰国，也同样有一个明星趋势榜。最近泰国就非常流行粉丝给自家偶像刷一些小动物。肖战的粉丝看到其他人这样玩之后，也是很干脆的加入，为肖战刷起了小动物。不过对于这些粉丝来说，他们仅仅是抱着一种凑热闹的心态，却没有想到刷着刷着突然成了趋势榜第一名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让粉丝显然有点震惊，因为真的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而这也只能说肖战的粉丝实在是太想念肖战了，所以就帮忙刷了一下。但是耐不住人多，结果一不小心弄出个第一名。但是泰国其他明星的粉丝们内心要知道小飞侠们是这样的想法话，估计要吐血了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泰国的小飞侠们给肖战刷的动物是兔子，于是这一刷就挖出了肖战的潜藏属性。肖战属羊的事实呢，也被人遗忘了。因为了解肖战的人都知道，肖战并不属兔，而是属羊。但是在早期的时候，肖战有一个视频，就是戴着兔子式的帽子，让肖战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乖巧，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肖战像极了一只乖乖的小兔子。另外再加上可爱的兔牙，因此许多粉丝都觉得肖战有兔子属性。平时的高冷范儿都仅仅是肖战表面的一种属性，兔子属性才是真正的属性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肖战不管是哪一种属性，拥有一面，粉丝都很爱他。其实从肖战登上泰国热搜榜趋势第一，就能深深的看得出来，泰国粉丝们是真的很思念肖战，希望能够再一次亲眼看到肖战。不得不说，泰国小飞侠们的思念实在是太浓厚了。然而目前外国的疫情还没有完全得到舒缓，肖战也在紧张的工作当中，见面也还总是有机会的。让我们一起祝福肖战在未来的日子里发展的越来越好。第二条就是有关黑粉爆料的事情。肖战今年的收入呢，肯定是不高的，毕竟他今年的新增商务为0。现在品牌方呢，用肖战当代言人都会承担一些风险，任何品牌都很难抗住一直被举报骚扰，一直被刷黑词条，对品牌的口碑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。肖战的商务代言因此也掉了很多，但还有一些品牌对肖战保持力挺的态度。商人肯定不可能是因为和肖战有感情，所以不愿意换代言人。说实话，之所以还愿意用肖战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太红了，粉丝购买力是真的强悍，导致品牌方宁愿冒着一些风险，也要继续用他当代言人。如果换一个明星遭遇到肖战所发生的事情的话，恐怕现在已经凉凉了。肖战家境普通，之前又和公司闹过矛盾，在被全网黑的时候呢，合作方基本都开始和他撇清关系，公司也没有帮他发过声明，完全就是孤立无援的状态，所以才会被那么多人抹黑。可笑的是，当人们还称他为
让鹅厂为之背水一战的男人。幸好如今肖战已经从全网黑中挺过来了。近日呢，有消息称肖战和代言啤酒品牌和酸奶的品牌都续约了。能续约就证明品牌对肖战还是认可的，肖战能够带给他们利润。但是却有肖战的黑粉爆料称，肖战和啤酒的那个续约是免费续约，还说代言的品牌向肖战方索要赔偿，新增的那个支线代言产品就是赔偿给品牌方的，说品牌方心里很苦，还说这个品牌方的高层就是肖战的粉丝。这就有些让人纳闷了，如果肖战代言给品牌造成了损失，所以要赔偿的话，不是应该和肖战解约吗？为什么还续约了呢？品牌方要续约，难道是为了让肖战再多赔一些钱吗？毕竟是黑粉的话，可信度还是不高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著名作家沈宇松老师点评肖战。如今的肖战呢，是痛苦和幸运并存。痛苦的一面是肖战依然承受着严重的负面舆论压力，对肖战的网络暴力呢依然存在。而幸运的一面则是肖战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和认可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后者更多一点，肖战得到更多的关注，其中包括知名作家沈宇松老师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沈老师经常客观评价肖战，沈宇松老师的评价大致也和肖战吻合。沈宇松老师表示，肖战多次和央视达成合作，从《最美逆行者》到央视舞台献唱，再到可能出演的主旋律大决战，这足以说明肖战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。肖战浑身充满正能量，这也是央视推荐肖战的原因。确实如此，央视的严谨我们都知道，之所以多次推荐肖战，自然是因为肖战的正能量。除了沈宇松老师，很多国内权威媒体和外媒在评价肖战的时候都少不了正能量三个字。正能量已经成为了肖战身上最重要的标签之一。毫不客气地说，如果不是肖战自身够硬，如果不是实打实的正能量，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网络暴力，肖战怎么可能走到现在？如今的肖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支持，再加上央视和官媒的大力推荐，肖战未来还会红多久，尚且不得知。但我们肯定，只要肖战继续坚持初心，继续坚持正能量不动摇，肖战不会被娱乐圈淘汰。娱乐圈也是需要正能量的，尽管娱乐圈里有很多优质青年偶像，像蔡徐坤、王一博等，但我们并不会嫌多。感谢沈老师的关注和认可，确实如沈宇松老师所说的那样，肖战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反而浑身充满着正能量。这样的偶像呢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。至于喜欢与否，全凭个人感觉，没有一点点强迫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肖战官宣新代言。肖战呢，目前一直低调的在剧组进行新剧拍摄，虽说没有什么新活动或者新作品，但是在人气方面只增不减，人气也是商业价值最大的来源。不久前呢，肖战官宣了新代言，虽说肖战的代言数量放在艺人中不算出挑，但是在质量上完胜。虽说话不多，但求精，肖战正是做的这一点。这次品牌官宣后呢，肖战的工作室不久也就跟着官宣，但是有网友发现肖战的微博上没有一天商务博，这在艺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，细节见人品。肖战微博改为半年可见，这个原因小伙伴们自然是知晓的。肖战自从走红之后是非不断，可以说是炒热度的工具人，被很多不相干的艺人狂 Q 的。不久前官媒发传为狠批艺人，就是艺人蹭热度嘛，去 Q 来 Q 去，这个内涵的非常明显了。商务价值是一位艺人能量的重要体现，一位艺人官宣代言后，自然会发文或转发宣传，而粉丝就要开走销量了。
但是这个一个愿挨一个愿打，也不能说明什么。最近王一博、朱一龙杂志上线的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网友也开始吃瓜状态，看谁家的销量高。重点是这一期的杂志完全是明摆着割韭菜，杂志主编转发王一博官宣封面，亲自催销量，这着实有些不妥，也说出了这位主编的心里话。肖战自从走红，经历过227事件，深知自己的流量多大，能产生多大的影响，所以不管是发言还是别的都十分小心翼翼，从不在自己微博发商务博，也是非常体贴了。肖战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我不需要应援。虽然是肖战的想法，但是身为艺人和资本家所捆绑，又怎么能轻易甩掉这些应援呢？这也是这个大环境所带来的。但是粉丝在所有应援面前也要尽力而为，理智消费。好，今天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